沈丘周口今天出门时就已经下雨了，但是幸运的吃到了超便宜的早餐，一碗八宝粥加4个包子，一共才3元，真的是便宜到爆，而且味道也不错。起步多久进入了一个烂泥巴路，真的是我的单车史上最大的灾难。因为我忙住推车，所以以教官的车照片示意。在泥巴路里推了1个多小时后，体力也耗得差不多了，只好赶紧跟明家借点水，让刹车至少能用。骑到中午时，看到一家写着清真的羊肉面馆，于是2人便进去尝尝，真是太美味了，浓郁的汤头，只是面有些大碗。下午的路就没那么烂了，一台3轮车从我身边过去，结果我赫然发现里面躺了个小 baby， 又没多久又一台过去，这次里面载了个少女。我就跟教官打趣说道，我们骑太久了，你看小女孩都长大了。刚说完就又一台车过去，这次是一个少妇抱着一个娃，你看骑的时间都长到连娃都生了，这大概就是一个人骑行没办法做到的事情了吧。没人可以聊天啊。下午因为穿拖鞋骑久了脚痛，换上鞋子脱下雨衣，没过多久就开始下大雨，淋得全身湿，在17度的气温中真的很冷啊。后来索性脱下湿衣服，只穿风雨衣，换上拖鞋，结果老天爷太雨又停了，真是太准了，终于傍晚找到可以入住的地方。一样没法登记，大哥不啰嗦，那就不用登记了，你们直接住吧，还提供水管让我们洗车，真是太感恩了。回房，今晚没看到餐厅，改吃方便面和早上带的包子。单车环游世界 Day 018，周口到襄城，今日还没出发就发现轮胎没气了。其实之前一直都会漏气，可是因为懒惰，都只是把气打饱一点。这次终于是不行了，只好拆下来认真检查。终于在找了10分钟后，摸了不知道多久的外胎，才摸到一根比针还细的刺，所以每天都会慢慢的漏气，而且我的打气筒漏气状态严重，现在已经是要特定角度才能打气进去了，看来是时候让它寿终正寝了。换2个胎搞掉我们快2小时，接下来就只能赶路了。路上经过许慎的故乡，不知道许慎是谁的，该打屁股，赶快去查一下网路吧。查完记得告诉我，因为我也不记得。这边的行道树很特别，都还会打点滴，应该是治病吧。一路上就是这样，阴阴雨雨的天气，大约16到18度，所以我和教官都穿上了外套，但是还是挺冷的。看来将来进入高山地区时，我得多准备些保暖衣物了。晚餐就吃这个狗肉店旁边的面馆，因为我也是没勇气吃小狗的了。襄城到汝州，如果要问我这1600多公里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，我的答案是手麻、脚酸、屁股痛。外强中干的我几乎每天都和这3件事情斗争。装备不够，训练不足当然是我的致命伤，但我自己知道，如果等到所有的事情都准备齐全了，大概我也不会出发了。就和小时候的富和尚、穷和尚的故事一样，无疑的我就是那个穷和尚，因为我真的是在穷游啊。昨晚住宿2人的旅社铁皮屋30元，一人15元，大概台币70元。出门在外，只要能遮风挡雨的地方住，其实就已经感谢不尽了。起床后习惯性的摸摸轮胎，感谢老天，终于轮胎是硬的了。出门没多久又遇到修路，车子就在泥水中前进。这时一个女生逆向向我走来，我往右偏，她也往右，我转左，她也往左，就这样我在泥水中摔倒了，全身烂泥，还有马鞍包都好脏。然后呢，当然是必须接着骑，连续3天下雨天了，进了河南，路况比不上安徽，15度的低温下，只有不停的踩踏才能维持身体的温暖，每天总会遇上一段烂路。路上看到这家摔碗酒，3杯不过岗，真想停下来大啖300碗，但我不是武松，这儿也没老虎，只能再勉力前进。路上遇到沙滩，在台湾沙滩印象中只有海边有，而这边是河边啊。单车一停，果然就成为众人的焦点，你哪里人啊？通常我都会说我从福建骑来的，骑去西安。
因为我不想引出更多的话题。虽然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好人，晚上到达汝州，一路上闻到超香的烤鸡味，让我超想吃的。因为路上有看过12元一只的烤鸡，但住宿的地方没看到，却让教官买了一只鸭，而我买了葱油饼，还想买卤味时，教官说要和我一起分享，不然我们恐怕都吃不完。感谢教官的鸭腿。很多事情我也许不说，但总是记在心里的。汝州到洛阳，又到了离别的时刻，只想将思绪停留在那片刻。今天出发后的大魔王是强逆风，一开始的强风加上缓上坡，让我们几乎已龟速在前进。正确来说是我已龟速在前进。一个早上起来非常的吃力，路上看到中国人民的智慧，在电线杆要大卡车，3轮车就行了啦。一个早上也骑不了多少公里，好不容易终于过了往洛阳的最高点，开始下滑。这时我看见路边卖蜂蜜的，想到买一罐蜂蜜加在水里可以快速补充体力。今天我和教官决定小绕一下，去龙门石窟看一下。起因是我昨晚提到了洛阳，想到附近走走，不然好像都没有在旅行，只有在骑车。教官有和家人约定要在1年内环游世界，和签证日期以及机票的限定，所以他最多只能小绕一下。高德地图带我们从一个小路进入龙门石窟景区，所以我们省下了10几公里的路程，随意的拍了几张照片，休息了一段时间后，然后在其他门口的警卫还搞不清楚这是哪来的自行车之际就离开了。前往大都市洛阳当然是得找能接外宾的酒店，幸好选择还算可以，价格在接受范围内。由于到北方后主食是面，所以我们很久没吃到饭了。这顿晚餐是教官请客的，因为明天我将留下，而教官也将继续往前走，相聚总有离别时。感谢教官哥从福州到洛阳以来一路的照顾，下次见面应该就是在台湾了吧。珍重再见伙伴。本次旅程轨迹图：从沈丘到周口，再从周口到襄城，然后从襄城到汝州，最后从汝州经龙门石窟到达洛阳。如果您喜欢这次的影片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窝。各位朋友，我们下个影片见。